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水彩晕染里面的一些手法技巧啊。之前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学习这个水彩技术入门基本技法里面会学到的，那就是通过这些技法，我们直接在指甲上进行实操来看，在这上面都是涂过磨砂封层之后的，在这上面我们运用不同的技法叠加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做晕染的手法有很多，具体还要看大家更倾向于哪种风格做出来啊。首先在开始之前，大家记住两个要点，在用水彩去做晕染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必须是在磨砂封层或者打磨后的甲面去进行操作，一定面是磨砂的，如果是亮面的是不可能的，是不行的啊，是上两色的。另外，如果甲面有大面积的水彩，那么等它干透之后，一定记得用底胶隔离，然后再接着往下操作，好吧？这样会保证指甲的一个牢固度啊。首先来，我们看，先去选一个颜色，我们随便去选一个，蓝色来，哇。比较深啊。首先平涂，平涂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可以在用平涂手法的时候，我可以先把这个颜色做出一个淡色系的效果，就是把这个蓝我一半调的稍微透一点点，我去进行晕染的叠加。来看啊，我先去叠到这儿，好，一个平涂，在这里。在这里，第一层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浅，那么等它干透之后，我们叠加第二层，上色度就稍微深一点。再来上指甲上去看，在磨砂封层之后，先用浅色系的，你看同样是一个颜色，在纸上的显色度是不是比指甲上的显色度要高？而且这个指甲我没有涂任何底色啊，只是一个透明的甲片，打了一层这个蓝色的底啊，不是那个磨砂封层，第一层淡淡的蓝色。看不太出来，是不是？所以说在指甲上做的时候，适当的把颜色加重一点，不能再那么浅了啊。好，我把第一层先叠上去，稍微让它有一点浅浅的蓝。好了，这是用的平涂技法。等第一层干透之后，我们接下来用一个稍微重一点的这个色，一定是稍微比刚刚颜色要重一点点的，进行第二层叠加。就是晕染的，它不一定说只有一层嘛，所以说如果两层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这样，都是用平涂的手法去操作。当然，这里面也用到了咱们那个干叠啊。叠色的方法，你看两层叠加上去，好了，我还是这个颜色，在这个指甲上第一层涂上去了，淡淡的，那第二层还是用平涂的手法，把这个颜色进行叠加，有点干了啊，稍微湿润一点点。纹路边缘注意衔接自然，就不要很生硬的那种就好。这里可以稍微交叉一下下，交叉的点不能在正中间，看到没有？两层出来，可能这样看不清楚啊，但是在指甲能看出来底色是有的，上面有了另外一层。好了，这是我们第一种用干涂的平涂的手法，平涂上色的手法。第二种就叫做干接，干接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第一层呢，我们用一个这个颜色，先用这个颜色去进行颜色的绘制，比如说在这儿左上角，好。我把这个地方的颜色给它铺上去，用的是平铺手法，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这边右边我想去衔接另外一个颜色，那怎么办呢？来，等它干透，之后，这个时候换笔换颜色，我应该先把纸上刷上去，就是把这边咱先给它涂上一个颜色，尽量跟指甲统一一点啊。好，这边涂上，换一下颜色，去选一个我们喜欢的，要这个橘黄吧。这点水对匀，然后你看正好现在干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把两个颜色进行衔接，啊，这个就叫做咱们的什么法？干接法一个做晕染的一个效果，可能颜色不需要这么重啊，包括干接之后，在这个黄色上面，我又可以在两个颜色中间我去稍微混色或者是叠加深色，也就是说这只是用了一层颜色，两层颜色做完，它的这个效果以及它的整个纹路感觉会跟现在有一点点区别啊。往这边聚集一下，好了，这是干接法。那接下来湿接是什么意思呢？湿接来，我先用这个黄色来做湿接。我先在这个地方随便铺一个颜色，看它现在是水润的啊，是有这个水分在的。这个时候把笔刷干净，去选第二个颜色。第二个颜色在它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衔接。中间的位置是不是两个颜色产生了混色，并没有像边缘这一个一样那么的实？对不对？没有这个颜色那么实，那这个就是咱们的湿接法去做晕染，用湿接的手法去做晕染。你看是不是偏绿调了？因为蓝跟黄就会产生绿色啊，所以说这个位置有了一些绿色的产生。好，我稍微来点，洗一下这多余的水，往中间聚集。一个湿接方法，中间会产生混色，
这是第3种。第4种呢叫做什么？叠色。我先把这个施接法放在手上，放在这上面。在它里面进行混色、衔接、施接法啊。来，混色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颜色里面，我们叠上几种颜色，比如说还是刚刚这个橘黄，在橘黄，我在这里面来，我在甲面上铺上一层橘黄色，铺好之后，趁着它在没有干的时候做晕染了啊，趁着没有干的情况下，我在里面随机怎么样？混色啊，叠色还没说，是不是？先说混色啊，先说混色，来点上一些我们其他喜欢的颜色。啊，包括还有一些红色吧，玫色啊，加进去，来整个晕染呈现的效果就是偏向于颜色混起来的感觉。那这个呢，就叫做什么？混色啊，混色的晕染。看看在这里面，其实这种做法也比较多，在美甲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直接在一层上叠加几层颜色，让整个手的一些颜色整体协调一些哈。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叠色，这不是最后一个，就是在一排里面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叠色效果。叠色其实就跟我们的第2种干接的手法会有点相似，无非干接呢是在边缘的做连接，然后叠色呢是在一层颜色上面再叠加另外一层颜色，或者在这一层上面再去叠加第3层颜色。来看。试试能不能上色，不上色就再来一点。指甲上就可不显色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好水颜料的比例。第一层啊，等它干透，干透之后叠加第2层的颜色。那这一层如果说觉得我有点还是就是太浅了，我再稍微加深一下下。其实透透的有的时候也比较漂亮啊。来，第1层叠加上啊，等它干透，在这个手上显色会更高啊。只是悬空看的话，都会效果差那么一点点。好了，等它完全干透之后，这个时候来取第2个颜色，我们加进去，叠色。上面叠色的时候，如果说怕第1层的纹路被影响到，那么我们可以在第1层的这个上面涂一层磨砂封层去隔离，然后再叠加第2层的这个颜色。一定要等干啊！如果不干，蓝色跟黄色就会中间产生一个绿调。看，2个颜色叠起来了吧？是不是？这样就叠起来，在蓝色上面有黄色的存在，然后包括还可以叠加第3种颜色。第3种，这上面适当的叠加一丢丢，随机选啊，随机选。看，这也叫做叠色。你看这是不是都是一些晕染？都是一些晕染。好了，这是我们这上面的这几种晕染，但是最常用的还是这个柔边，因为比如说我们选这个颜色啊，看这里柔边在应用里面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把这个颜色叠上去，因为很容易就是说我们想要有一定的实色区域，有一定的浅色区域，对吧？然后来随便铺几个颜色啊，然后它铺好颜色之后，我想要柔边，一定要等它这个干之前把笔上多余的水分弄掉，然后把边缘进行蘸清水的情况下把边缘给它揉开。也就是说，有的地方保留它的实色边，有的地方我们需要它虚化起来，不一定就是说每个边都必须虚化，但是尽量肯定不能每个边都是实色，每个边都是。你看一层简单的小晕染有了吧，对不对？边缘可以再揉开一点，在这边再揉开一点，就是洗笔把边缘的颜色给它去掉，可好看了哈！用水彩做晕染很好看。好了。你看，这是一种揉边。那我们一般定位的时候，像这种会多种多样的定位，多数还是说，比如说2点定位，2点定好位之后，中间做一个衔接，下面这儿再做一个定位，只要铺上一个色块，接下来进行揉边，把笔洗干净，揉边操作就好。在指甲上操作起来，这种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大家一定切记好，我们这个笔的清洁，就是千万不要让它特别的干，也不要等第1层颜色彻底干透之后再去晕，那就可能稍微晚了一点点啊，对吧？晕开，然后2种、3种。晕开，那上面我们等它干透之后，是不是又可以进行叠色，叠加第2层的颜色纹路，哎，清晰，再把第2层的边缘揉边，在纸上吸水啊，所以我水量会大，指甲上水量尽量少一点。好，来我们上指甲上去看揉边的操作，看这个吧。咱先把这个色块，比如说这种的，我们就堆到这里，然后中间做一个连接，到下面这里再铺上颜色，铺上大色块嘛。对不对？铺好色块之后，好了，接下来干啥呢？把笔上多余的水分吸掉，
吸掉多余的水，然后就把这个颜色的边缘，因为笔上没有过多颜料的时候，它是干净一点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颜色边缘给它揉开，给它揉开。哪里觉得别扭就揉哪里，哪里感觉淡淡的还好，那就不用揉哪里，对吧？你看这不就做开了？做开之后，如果说我们想叠加深一点的，我调重一点点啊，比如深一点，大家能看清楚。好，我叠到这儿，这是也可以做叠色第二层的效果。叠好之后，洗干净笔。水分不要过分的多，因为现在水量有点大啊，但是现在水量有点大，不能接着用，接着用笔干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颜色给吸走，然后我们晕染边缘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颜色给它带开，你看带到旁边去，好吧？所以等第一层的水分稍微干一下，我们去做。那这个位置干的差不多了，我就单独把这个位置用一支干净的笔去给它进行揉边操作。这里啊太圆了，稍微调整。OK， 好了，我们等它干透，我把其他的先拿下来，对应的放上去，就是这个我放到旁边。大家一定记得，在操作过程中，因为款式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这个水彩晕染效果，就是大家知道每一种晕染效果应该怎么去叠加就好，好吧？晕染在这个水彩里面运用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把这一步好好去操作，好好练习一下。你像混色，我就把它拿下来了。这个揉边啊，揉开的边边啊，这个做的比较乱，大家觉得太乱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叠加那么多层颜色。你比如说这个边边，我就把它揉开，这里太脏太乱，我直接擦掉就好了。拿一支笔，弄上水，就相当于用水给它洗掉，然后再把笔吸掉多余的水，一点点把这上面的水给它弄掉就可以了。好吧，这是在做晕染，用水彩做晕染的几种不同手法，然后大家可以实操一下。